大家好，我是七七，又到了年度大制作年夜饭的视频啦。今年已经是第4年跟大家分享年菜的视频了。这个系列的视频呢，既是一个回馈和总结，也是跟大家一起迎新年吧。虽然形式上差点意思，但是菜品的制作我可都丝毫不敢马虎的，也是我爆肝了半个月的成果。希望大家会喜欢，也给你们拜个早年哈。今年的年夜饭我们就从一道红红火火又非常清爽开胃的小凉盘开始。关键是做起来特别的省心省力，特别的简单，没有之一。洗干净的小番茄轻划一刀之后，就放进姜开的水里面烫30秒左右就可以了，千万不要太久，不然番茄就会软塌了。过一下冰水，接着就可以轻松的去皮了。调入1大匙的糖桂花，拌匀就可以了。到这里呢，这道小凉菜就已经完成一半了，是不是超级的简单快速？但是呢，这个味道真的非常的惊艳，就是那种酸酸甜甜又非常清爽开胃的感觉，再加上桂花那种隐隐悠悠的清香，真的是超级上头。然后就盖上盖子，放入冰箱去冷藏1个晚上。我们就一起以这个红红火火和事事如意来开年吧。接下来的这道冷盘还是蛮有地方特色的，吃过的小可爱们也可以举个手哈。先来把羊腿肉汆一下水，建议大家都用羊腿肉来做，因为呢羊腿肉相对来说比较瘦，所以呢不会有那么多的油脂，做出来的羊羔是那种非常晶莹剔透的。做这个水晶羊羔需要一些胶原的部分，所以我会加一些猪皮，把猪皮焯一下水，然后让它煮个10几分钟。接着把肉皮上多余的油脂要全部去除，这也是它晶莹剔透的关键。然后切条就可以了。已经汆过水清洗干净的羊腿肉就可以加入砂锅里，再加上一些猪皮以及混合好的葱、黑胡椒粒还有姜片的香料包。大火煮开之后就可以转小火来煲煮2个小时左右，大概煮到1个小时左右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来调味了。煮好的汤汁过一下筛，只保留汤汁的部分，把已经煲好的羊肉铺在碗底，再浇上汤汁，然后就可以放入冰箱去冷藏1个晚上。非常的晶莹剔透的那种琥珀色，而且非常的有弹性，一层冻包裹着一层肉，这个口感怎么形容呢？就是那种既鲜美又爽口，总之就是超级好吃。最后再撒上一些切碎的青蒜就完成啦。如果让我在年夜饭里边做一道大朋友、小朋友还有家里的老人都喜欢吃的一道菜，那我一定会选择这道芥末虾球。你们家受喜爱度最高或者是点单度最高的菜又是哪一道呢？也可以在弹幕或评论里留言哈。来处理一下鲜虾，接着来开背去虾线。简单的腌制一下虾仁儿，加一些盐、白胡椒，还有1颗蛋黄，把它抓匀，腌制大概10到15分钟左右。腌制好的虾就准备来裹粉了，面粉和淀粉的比例是1比1，这样炸出来的虾它是既酥又脆，但是一点都不会硬，而且呢还可以特别的塑形。大概6成油温，也就是180摄氏度左右，下锅来炸。不需要炸得太久，大概2、3分钟左右，它完全金黄就可以捞出了。来调一下酱，美乃滋，还有芥末酱，以及自制炼乳。自制炼乳之前有专门分享过一期视频，你们没有看的话也可以去看。
真的是超级的简单方便，无添加又好吃。倒入炸好的虾球，让它们均匀地裹上酱汁就可以了。最后再撒上一些青柠皮，还有松子，给大家安利一个新的搭配组合。就是你吃一个虾球，再配几颗松子，哇，那个口感真的是绝了！来，答应我，下次一定要试试好吗？这道菜如果我说3分钟就可以完成，肯定有很多人不信，但是你们做了就知道了，它真的是一道快炒菜。过年过节期间难免会多摄入一些肉类啊，或者是油脂类比较重的菜，所以呢，一定需要这种特别清口的小热炒来平衡一下。我是那种不喜欢吃芹菜，但是超级爱水芹的人，有跟我一样的小可爱吗？举个手哈。锅烧热之后加油，先爆香葱还有蒜。简单的翻炒1-2分钟就可以出锅了。年年有余嘛，所以说年夜饭肯定少不了一道鱼。今天我们来做一道火腿蒸桂鱼，属于那种清淡又不失鲜美，也不需要太多复杂的步骤。在鱼身上均匀的抹上盐，刀口处也要把它抹均匀，然后让它腌制个10分钟左右。1片姜加1片火腿，就把它塞在刀口处。葱白切成细丝，待用。水开之后上锅蒸8到10分钟左右。多余的汁水要倒掉，接着呢就可以铺上葱丝，还有切好的蒜片。淋上蒸鱼豉油，再滋一些热油，最后撒上香菜。别有一番风味的火腿蒸桂鱼就做好啦。如果要做红烧的牛肉，我一定会首选牛肋条这个部位，因为它非常的嫩，油脂跟肉的分布呢也非常的均匀，所以一点儿都不会硬，但吃起来也不会有特别多的那种皮筋的感觉。牛肋条也是先来汆一下水，锅热之后就先爆香葱段、姜片，还有一些香叶、八角、蒜。炒香之后下入牛肋条，把水分都稍微的炒掉一些之后，淋入料酒继续翻炒。
炒好之后就转至铸铁锅，保持中小火，大概煲1个半小时左右。切块的白萝卜汆一下水，去掉一些苦味，煮个2分钟左右就可以捞起了。我觉得萝卜跟牛肋条真的是超配的，不知道大家是喜欢什么跟牛肉搭配呢？加入萝卜之后，盖上盖子，继续炖大概半个小时左右。这道浓郁的柱侯萝卜烧牛肋条就做好啦。过年嘛，必须得做一道硬菜呀。没错，就是这个点单最多、欧气满满的佛跳墙。不过今天七七分享的版本100元就可以拿下，但是味道和工艺都丝毫不打折扣，真正的让佛跳墙走入寻常百姓家。来说说你们心目中年夜饭中的硬菜是哪一道呢？提前1天来制作高汤，把准备好的筒骨、半只鸡，还有鸡爪、猪蹄都放入汤锅中，先汆一下水，之后温水洗净浮沫，油热之后先下姜片、香叶还有八角炒香，待会儿放在汤里的话会更加的香。把材料都放入炖锅里，之后加水，水要一次性的加够，中途是不加水的。再放几片火腿，能够更好的调出那个鲜味儿。先大火煮开之后就转中小火炖煮2个小时左右。2个小时之后把锅烧热，加油，油热之后就下鲫鱼，把鲫鱼煎至2面金黄。煎好的鲫鱼就可以放入汤锅中，这样呢，整个的汤会更加的浓郁奶白。再来继续中小火煲2个小时左右，接着就把这一锅精华过滤一下，之后就可以放入冰箱冷藏，或者是冬天放室温也是可以的。先来煮一下牛蹄筋，大火煮开之后撇掉浮沫，然后就可以转小火先煮1个半小时左右。第2天我们把汤取出来，表面上的油呢就已经都浸下来了，把它刮掉就可以了，这样汤吃起来一点都不会油腻。汤加热之后，就加入已经炖煮了1个半小时左右的牛蹄筋，还有泡发的响螺片、干虾，还有干贝，以及泡发的花菇。这道菜完全不需要多余的调味，也不需要其他的步骤来增加它的颜色，因为它本身就已经非常的浓郁金黄了。继续保持小火炖1个半小时左右，接着就来处理虾，去掉虾腔、沙包、虾线，还有一些虾须、虾脚等等，这样等一下吃起来呢也会更加的方便。把虾跟鲍鱼简单的焯一下水，现在加入鹌鹑蛋、虾、鲍鱼，还有已经泡发的羊肚菌，继续再炖15到20分钟左右就完成啦。这道菜的确是名副其实的功夫菜了，不过过年的时候做一做还是非常值得的。就是很鲜美，然后那种味道的多元化，还有那种融合跟平衡都是特别棒的。过年嘛，一定要吃饺子的。大家家里一般都包什么馅儿的饺子呢？先来和面，温水慢慢的添加到面粉里，边加边搅。用温水的话呢，蒸出来的皮子一点都不会硬。
基本上和成团之后，它有一点粗糙，没关系，就盖上一个盆儿，让它松弛15分钟左右。待会儿我们再来揉。面团松弛的时候，来烫一下菠菜，之后过一下冰水，泡发的木耳也把它烫一下。菠菜挤掉多余的水分之后，就把它切碎。新鲜的马蹄拍一下之后切碎。还需要来炒2个鸡蛋，晾凉备用。松弛好的面团随便揉一揉，它就会很快的变光滑了。再继续盖上盖子，让它松弛20分钟左右。这个时候就可以来调一个打底的肉馅了。沿着一个方向把肉馅不断的搅打上劲儿。都打好之后，调入葱姜、马蹄，还有一点点的芝麻油，拌匀就可以了。搓调之后就可以来下剂子了，大概分割成20克左右的一个小剂子。都包好之后，开水上锅蒸8到10分钟左右，这个四喜蒸饺就做好啦，非常的鲜美，而且呢也非常的好看丰富。我还是想以一道甜点来收尾，不过今天这道甜点非常的朴素简单，但是依旧温暖甜蜜。在水将开的时候，把汤圆下锅。然后就可以用铲子不断的去搅动周围的水，中间也记得添加1次冷水，这样的方法煮出来的汤圆就是那种圆滚滚不扁塌的汤圆，你们也可以试试，也希望大家会喜欢，也感谢大家过去1年来的支持与陪伴，祝愿大家和家人们都在新的1年里能够健康平安，心想事成，财运滚滚。那我们就来年见吧，拜拜。